小镇一年一度的艺术爬行大型活动正式展开，各路艺术家大展身手，在街上摆满了自己的艺术创想作品。鲍勃带着孩子们遛弯，顺便感受一下艺术的熏陶。去年的艺术爬行做得像一头大便，所以今年的正常的鲍勃不敢相信。但是这些还是差强人意。听到他们评价糟糕时，蒂娜感到非常的不解，因为她觉得还可以。要是这些作品都不行，那估计只有博物馆的展览才能满足大家了。然而家人依旧锐评博物馆不行，他们打算打道回府。临走前，鲍勃提醒孩子们不要去嘲讽盖尔姨妈的话，哪怕是家人也绝对不可以。吉恩觉得不妥，家人就是要无所保留，而且盖尔姨妈本来就是个怪人，之前搞过用活虾做裙子，还给猫剃毛的骚操作。鲍勃淡定表示那些都是假的，除了给猫剃毛这事儿。路易斯撇撇嘴，一转头就看到了橱窗里的画被卖了，重点是那幅画自己用脚都能画好。听到这话，一个穿着水色运动服的老太冲了出来，让老伴哈罗德好好教训他们一顿。哈罗德也是老当益壮，一边赶他们走，一边称呼鲍勃是小胖子，不是，忍不了一点儿。路易斯率先发起反击，让老伴冷静，要是忍不住抽了这老头，手上可就全是薄荷和尿味了。老头也不忍了，回怼路易斯：“你才是尿味小子！”就这样一番折腾后，众人终于回到了汉堡店。鲍勃觉得刚才那场嘴炮尴尬极了，尤其是那家店的名字瑞弗莱克斯，听着和脱衣舞俱乐部似的。不过人家是实打实的艺术品交易市场。做好心理准备后，大家进入了汉堡店，去迎接盖尔姨妈的艺术冲击。琳达说只是些可爱的小动物，鲍勃放心将孩儿们塞了进去，结果却被老婆拦住了。鲍勃大感不妙，冲进继续看，全是可爱小动物的性感局部特写。不是，咱们家是卖吃的哎，这玩意儿贴着合适吗？果然下一位顾客直接被吓跑了。琳达也是有些踌躇，生意是要做的，但是答应妹妹的事也不可能反悔。妹妹本身又是个脆弱的人，要是没人支持她，断送了她的艺术事业，自己肯定会更加自责。鲍勃觉得太夸张了，能有多脆弱？盖尔还真给他展示了一下一个人脆弱的极限。只是听到叉子落地声，他就紧张的像是要碎了一样。他询问鲍勃对于自己艺术的看法，鲍勃将问题抛了回去，想知道他为什么画这个玩意儿。盖尔说自己是在山顶时来的灵感，大脑一片空白时看到了正在挖洞的栗树，他的菊花不是菊花，是给自己带来灵感的明灯。鲍勃听得满头问号。孩子们此时商业头脑忽然发达，打算在艺术比赛上一展拳脚，这样还能将画卖出去。路易斯自诩管理，所以不会动笔，只负责销售和分红。20分钟后，路易斯细品了一下哥哥和姐姐的画，这一品还不如不品，既然要卖就要画旅游商业类的。结果他俩一个画的机器人侵略地球，一个画的中年老男人修脚，路易斯只能另辟蹊径模仿梵高，让他俩选个幸运儿为艺术献身。蒂娜自然不行，因为她需要2只耳朵戴眼镜。他们将目光放到了吉恩身上。与此同时，泰迪和莫特俩人作为常客，第一次看到汉堡这么没胃口，问就是周围的 S 像蒙娜丽莎的眼睛一样，感觉有视锥效果。莫特和泰迪不同，他觉得这太酷了，毕竟 S 是屁股的眼睛。不过莫特也不是傻子，这种话挂出来会影响生意，他当然明白。说话间，路易斯已经拿着锯子走出汉堡店。吉恩这小子一点也不怕，念叨着自己的艺术。眼看路易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鲍勃走了出来，他打算离开这些菊花一段时间，结果一来就阻止了血案发生。听到孩子们想要卖画，鲍勃陷入沉思，告诉他们这些画只有当妈的才会真心喜欢，当做宝藏，不如趁此机会将汉堡店里的菊花全折了，把他们的画挂上去。鲍勃有些在意蒂娜画上的裸男，感情人家不是修脚是牙医。不过蒂娜动用了一些艺术家的特权，给他整了个裸体，来不及解释了，鲍勃火速将画挂了上去。盖尔和琳达回来时，一下就注意到画不进了。在听到墙上挂了孩子们的画时，姐妹俩的表情那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盖尔知道了姐夫就是不喜欢自己的画，他知道人们会在什么时候对自己说谎。眼看俩人要吵起来，艺术商店的老夫妻来到汉堡店。他们此行可不是为了买汉堡，是作为艺术比赛的主席来的。因为有人举报他们使用了冒犯性的作品，鲍勃松了口气，幸好提早卸下来了。可惜男人至死是少年，他听到老太说自己尊重他的决定以后，忽然就跟被触了逆鳞似的，叛逆劲儿这就上来了。你说不允许，我就非要挂，如何呢？自己是饭店主席，今天非得把朵朵菊花挂回去呢。鲍勃这男子汉的一幕让琳达感到非常的激动，大家无视了气得直跺脚的伊迪丝，诚心实意邀请他欣赏这些艺术屁屁。这些屁屁化作了鲍勃的力量，此时的他感觉自己强得可怕，他还需要更多更大的屁屁。老夫妻和见了鬼似的连连逃跑。鲍勃接受了他们是肛门饭店这件事儿，后厨也成了盖尔的绘画工作室，但他不认为这和自己的骄傲有关。
顺手将锅丢给老婆，说是为了他妹妹才这样做的。结果反手就在玻璃上贴了个大象屁股，孩子们也只能另辟蹊径，在海边摆摊卖画。然而路人行色匆匆，没有一个人驻足观看。路易斯生气的将画全给收了，还说自己要和他们断关系，随便找了路边的几个小伙帮自己画。这边伊迪丝也是召集了一堆人，堵在汉堡店门口，对着玻璃上的画指指点点。鲍勃双手一叉腰，自己家的画不需要什么比赛协会审批。被气到的伊迪丝威胁他，不取下来就等着瞧。鲍勃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还怕你一句话？几人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。伊迪丝也是倔骨头，因为让老伴被咳嗽到差点祭天，也不让他喝琳达递过来的水。哈罗德只能趴在地上舔水喝。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呢？第二天一早，鲍勃给汉堡店开门时，发现了一件惊悚的事：所有漏订的动物全都被套成了内裤。盖尔惊呼自己的艺术被破坏了，整个人都萎靡不振。鲍勃也咽不下这口气，要去找老俩口理论一下，非得杀出个你死我活来。路易斯眼看着俩小伙画的和一坨大便没区别，立刻开始 PUA， 说什么自己打压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像弹簧一样触底反弹，都只相信他们的表现。眼下他们得好好赚钱给老妈。一个路人路过看到了他们的画，还以为这是一群残障儿童，出于怜悯买下了他们的画，一副20美元，以后还会升值呢。这画每每数钱的路易斯看到了气冲冲的老爸，知道这下又有浑水可以淌了，赶紧把钱收起来，跑去凑热闹。鲍勃一进店里，伊迪丝就进入了战斗模式，说他是色情商贩。路易斯让老爸动手揍这老太一顿。鲍勃定睛一看，不是，你们仨怎么都在这儿？这位是来吃瓜的，那2位是来学习绘画技巧的。鲍勃还以为伊迪丝讨厌自己的孩子，不会善待他们呢。伊迪丝是个公私分明的人，他的艺术馆对所有尊重艺术的人开放，所以鲍勃赶紧爬。鲍勃不走，除非伊迪丝向自己道歉。看对方无动于衷，他拿起画笔就往画上杵了一下，还说这是 S。哈罗德告诉他 S 可不长这样，画就有待提升呢。诚然，鲍勃的画局技术有待提升，但他这一个黑点对于这幅画来说是毁灭打击。孩子们也嗨起来了，让他用棕色画肯定更逼真。一回家，孩子们就告诉老妈，老爸肯定是杀疯了，刚才的操作太 crazy 了。他甚至连孩子们画的画都点了菊花。鲍勃此时非常兴奋，他感觉自己朝盖尔迈出了一大步，就是朝艺术迈出的一大步。他要见见盖尔。此时的盖尔还在地下室去内库添菊花，没能见到鲍勃，他就已经带上了银镯子。鲍勃指控的是伊迪丝先破坏了盖尔的画，伊迪丝却直接驳回他没证据乱讲。这下换鲍勃放下狠话了，他要把伊迪丝告上法庭。眼看事态越发严重，琳达站出来坦白，这些内裤是自己画的，因为他看多了，晚上做梦里都是小动物撅着腚对准自己，露出粉嫩的皮燕子，转过正面居然也是皮燕子。虽然是自己最开始说的要支持妹妹的艺术梦，但他遭不住了，就画上了内裤。路易斯说难怪眼熟呢，原来老妈画的是自己的内裤。这一下鲍勃傻眼了，因为这一周没卖出去汉堡，自己买不起那些高达1000美元的画，也没法弥补别人的损失，只能被抓去蹲耗子。这时候路易斯站出来，将自己这几天赚的钱掏了出来，把老爸给赎了。几个孩子都觉得老妈应该和妹妹说实话，不然只会引发更多这样的误会。孩子们都总是坦诚，琳达被说服了，正好盖尔也将画改完走了出来。大家看着他的画沉默了许久，算了，就当是善意的谎言吧。大家觉得诚实也该有个度，对吧？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妮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视频，我们再见。